嗨，大家好，我是林老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萨克戏码。我们萨克斯风的竹片其实不是用竹子做的哦，而且不同号码的竹片其实厚度都是一样的。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今天让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认识竹片这个跟我们演奏息息相关的小东西吧。萨克管属于簧片乐器中的单簧乐器，簧片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竹片 （reed）。竹片是台湾习惯的称呼，其实它并不是由竹子 bamboo 所制成的。真正制作竹片的材料是芦笛，也叫做芦竹。Arundo Donak，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比较瘦小的竹子这样。它主要分布在地中海盆地，充沛的日照和水汽提供了它绝佳的生长环境。信风和密史托拉风更强化了芦笛的弹性和韧性，这正是法国南部会成为竹片制造重镇的最主要原因。我们就用成立于1905年的法国大厂 Vanderon 为例，来带大家一窥竹片生产的流程吧。在认识了竹片的生产流程之后，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竹片不是用厚度来分号码，而是用硬度和弹性来区分。因为芦笛是天然的植物，决定我们好不好吹的其实是它纤维和纹理的密度，而不是厚度。
我们在台湾习惯用厚度 thickness, 来叙述硬度， stiffness, 也就是竹片的韧性 flexibility, 和强度， strength, 所以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其中的区别。当未来进阶到修整竹片的阶段时，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把竹片磨薄一点就会变得比较好吹，而关键是在密度与平均度哦。那竹片的厚薄跟什么有关呢？在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到影片开头的这张竹片部位图。一般而言，竹片大厂会用下面几点来区分他们的产品线。第一个是竹片尖端和根部的厚度，再来就是振动区的切削方式，最后就是法式或是美式削法。那我们来看看 Vandoren 是怎么分别它的产品线的。我们先从竖笛的看起，因为官网上只有竖笛竹片的产品线有提供精确的厚度数据，而萨克管的只有文字叙述，但是基本上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产品线的尖端和根部的厚度都是不一样的，其中又以蓝和 Traditional 最薄，萨克管的也是一样哦。右图竹片上的黑线，它的作用跟我们在地理课上学的等高线是一样的，同一条线上的厚度相等。它可以让我们观察到竹片从中心到侧轨，以及从尖端到尖部大约的斜率。接着我们来看看萨克管的竹片，先从蓝盒 Traditional 开始，它的尖端最薄，但是中心却最厚，因此有着清晰的 articulation， 并饱满厚实的音色。再来是银河的 V12， 它是由芦笛特定的部位制成，根部较厚，振动区也比较长，尖端比蓝盒略厚，振动区长，也就是说振动的范围比较广，这使得 V12 的音色更为浑厚而丰富。较厚的尖端也使得 attack 更清楚，同时也增加了竹片的寿命。最后是浅蓝盒的 V21， 这是 Vandoren 古典萨克管竹片中唯一采用美式削法的产品，使得它有更精准的 articulation， 并且在音程大跳上有更好的表现。接下来是他们家的爵士系列竹片，红盒 Java 是全新设计的竹片，也是 Vandoren 爵士竹片中唯一一个采用法式削法的产品。再来是同一个家族中绿盒的 Java， 比起 Traditional 蓝盒还有 V16， 它更富有弹性，而且振动区域较长，有着明亮的声音以及明快的反应。接着是 ZZ， 它有着中等厚度的中心，和 V16 跟红盒 Java 一样更圆弧的尖端切削，并如绿盒 Java 一样较长的振动区，这赋予它更丰富且多彩的音色和灵敏的反应。最后就是 V16， 它的中心厚度介于绿盒 Java 和蓝盒之间，这样的设计是为要得到更有力的 attack， 而更沉稳而丰富的音色。以上是原厂设计产品线时所设定的方向。这么多的产品线，无非是要让每一位演奏者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声音。但是别忘了，竹片是天然植物所制成的，所以不会有任何两片竹片的特性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同一盒竹片里面会有着不同硬度的原因了。原厂使用特殊基台来测试竹片尖端的弹性之后，会把硬度落在同一个区间的竹片归类为同一个号码。而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不会总是使用同一种硬度的竹片，而会随着自己身体的状况、演出的风格和演出的环境来做调整。这样的分类提供了我们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更重要的是，就算两片硬度相同的新竹片，也不保证它在吹奏一段时间之后还会一样哦。所以我们在竹片的使用上不会只用同一片竹片，等到坏了破了才换一片新的。我的建议是，最好同时有2片以上竹片交替使用。竹片在拆封之后，可以用铅笔在背面做记号，记号可以是日期、软硬度，或是任何你想用来区分竹片的记号。我自己的习惯是一定会标注拆封的日期。接着就是按照顺序轮流使用竹片，那周期可以是以练习的段落，或者是以天为单位都可以。记得最好要用竹片夹来储存竹片，这样才能维持竹片的湿度，延长它的寿命。最后，竹片会随着使用的时间而失去弹性，音色跟控制性都会慢慢的衰减。你可以淘汰掉不好的竹片，然后再加一片新的竹片进来轮替。再提醒一次，记得为竹片做记号，最好写上日期，否则它们每一个都长一样，到最后你一定没有办法分辨谁是谁，只好全部重试一遍，这会是很大的工程啊。
无论原厂用任何科学的方式来区分众多的产品线，且让同一个产品线的竹片趋于一致，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使用者的身体条件、技术和所搭配的吹嘴身上。吹奏的人才是音色产出最主要的关键。举个例子，像我最喜欢的爵士乐手之一 Eric Maranzo， 他用的是 Buchla 7号的铁嘴，搭配 Vandoren 蓝盒2号半的竹片，他演奏出来的声音可是道地的爵士偏融合的音色呢。所以谁说蓝盒是吹古典用的呢？再说一次，吹奏的人才是音色最主要的关键。所以让我们挑一片好控制的竹片，然后一起乖乖练乐器吧。以上是今天的节目，谢谢收看，希望你们喜欢。这里是萨克西马，我是林老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